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现场，我是谭一伦。我们先来介绍特别来宾，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一伦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今天两位教授，大家就要讨论到的就是国际的话题，而且还有一些战争的议题，非常的严肃，但是也是需要大家能够赶快来了解的。好，我们先来谈到这个伊朗的这部分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报复是不是真的开始呢？伊朗再升起了这个红色的复仇旗。好，他们向联合国这边说要采取报复行动。我们可以看到7月31号，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遭到暗杀。在哈马斯最高政治领导人哈尼亚在这个德黑兰遇袭身亡之后，伊朗的西北部城市库姆的贾姆卡兰清真寺是再次升起了一面，看到没？红色的复仇旗帜。好，复仇旗帜就代表说我现在要来做一个报复的行动。好，为什么呢？因为伊朗最高精神领导人，我们看到哈米尼他说，由于哈尼亚是在伊朗这边遇害，所以他认为报复行动是伊朗的责任。这还有个弦外之音就是以色列做这件事情，伊朗人觉得非常没有面子。你在我国家去杀害这个人，你是不是在跟我伊朗作对呢？好，伊朗这边已经向联合国通报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要对以色列来进行报复的行动，真的是战火一触即发。但我们看到耶路撒冷邮报引述说，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遇刺身亡的之后，伊朗正在召集了黎巴嫩等人来进行这个代理人团体。所以可以看到代理人团体这边已经讲说，包含的是这个他演说有强调说，他们有责任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做出回应。那群众也高呼说，以色列去死，美国去死。好，这件事情真的是一直会有后续的效应，而且有没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世界大战的起点呢？哈马斯的领袖遇袭身亡，伊朗这边就已经说了要血债血偿，他们说有责任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来做出一些回应。那我们看到伊朗现在路透社1号的时候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说，伊朗的高级官员当天会见来自黎巴嫩、也门还有伊朗等多地的盟友来进行商讨，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的攻击。以色列可能会负面受敌，四面受敌。那以色列这边当然说，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嘛。空军司令部巴尔说，我们在国防部分已经做好准备了，数百名防空部队的士兵跟空中控制人员部署都已经在全国各地要来执行他们的任务。不过你可以看到，根据CNN 现在有做出一些回应他说拜登在1号的时候其实有跟纳坦雅胡来通话，他说美国会支持以色列防御来自境外的威胁，那包含美国将进行新一波的防御部署。那事后拜登也在1号的深夜表示说，他非常忧心中东的地区现在紧张的局势会持续来升温。那也不止拜登，还有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还有以色列国防部长之间有进行通话，他们说这个美国的 Austin 他说重申美国对以色列安全上面的支持。但是现在这样的局势会不会一发不可收拾呢？所以现在路透社也讲，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 Austin 他已经批准向中东这边还有欧洲派出更多可击落的弹道飞弹的海军巡洋舰跟驱逐舰，还要向中东增派一支战斗机中队。那这个战斗机中队当然是希望能够嚇阻整个战争的发生他们配备大约是40架的 FA-18 跟 F-35 战机，还有罗斯福号的航母，目前是在阿拉伯湾附近。但是问题就在说，这个武装30架的战机，还有直升机队，以及4500名的海陆队员以及海军的黄蜂2栖战的这个群都在地中海这边执行任务，所以美国国防部就说，我会派一个林肯号的航母到当地来进行轮值。所以看出来他们确实在做一些准备。这个也可能是像国际学者说的类似静默外交，就是我到了这个地方，你要知道我现在做这个举动就是要预防你，如果你敢打来我就打过去，这有点这个味道。那五角大家说将会在中东地区部署更多的陆基飞弹防御系统，那这是目前现在中东的局势非常的混乱，那是不是有可能会要开战呢？最怕的就是这件事情可能会以伊朗为首，一个反美
同盟的抵抗轴心，就是抵抗美国的意思就对了。那现在这件事情是不是也让民间机构蛮害怕的？你看到有航空公司已经开始要取消分别来往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航班哦。那外国政府也呼吁说，当地的公民要来进行撤离，包含像是澳洲啊、法国、美国都有这样子的声音。那真主党的军事指挥官跟哈马斯的领导人，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是相继身亡了，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导火线，这会不会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呢？而且是不是使得人们对地区的局势升级的担忧，那达到了一个加萨战争爆发近10个月以来最严重的水平，是目前现在大家最关注的。那过去几个月来，现在各国外交官跟专家都非常担心，美国你现在在大选，它政治局势很混乱，可能在海外会引发更多的侵略行动，因为很多人想说啊，你美国内患都走不完了，你不会管我们，所以是不是会引发更多的战争？所以也无力在中东这边来进行着手，所以也对中东的局势在出手了。那大家就说，现在是不是美国在中东这边算是一个真空的状态呢？尤其哈尼亚遇袭事件之后，美国并没有第一时间的被告知跟参与，这是布林肯说的。所以这个伊朗第一时间谴责以色列，那也说这个区域存在着一些危险的权力真空。所以这个布林肯现在说，我们都不太知情，这个都是以色列啊跟伊朗他们自己的事情，是不是也有点担心？没有办法再做一个世界警察的角色。好，我们要请教彬哥，因为彬哥他比较晚来啊。彬哥，这是谢寒冰，彬哥好。大家好。彬哥看一下这中东局势好复杂哦，大家最担心会引发战争。对，现在就是看起来好像一副战云密布的样子，因为伊朗这次真是脸丢大。那一开始传说是以色列用飞弹直接就是精准的命中了这个哈尼亚，然后结果这2天又有新的讯息传出来，说是早在2个月前他们就已经算准了哈尼亚会进入这个地方，所以在那边埋了炸弹。这个听起来就更不可思议了，好像伊朗的安检完全就是被人家完全就是完全不重视哦，就是根本就没有在做安检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这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吗？但不管是哪一个方式，总之哈尼亚就是被干掉了。那以色列的态度也很暧昧，他到现在是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是对他跟他之前才杀了一个真主党的这样一个领袖，然后他前2天也宣布他干掉了一个卡桑旅的这样的一个指挥官。可是呢，对这个哈尼亚他反而不承认，很奇怪。那这到底是不是以色列干的？可是我必须讲啊，在中东地区能够进行这样精准攻击的只有2个，一个叫美国，那美国说不是他干的，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所以你说这件事情不是以色列干的吗？我看可能性也不大。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伊朗是认定就是以色列干的。可是问题来了，他虽然战旗也升起来，他真的有办法用正规军队去攻击以色列吗？我看恐怕是很难。因为伊朗要越过伊拉克，然后一路派军队去打到以色列，恐怕他也不会干这种事情啊，也实务上也不太可能做。那还是会像上次一样，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是用一堆飞弹火箭，但是我先通知你我要来了，然后就假装一下，我虽然打了，但大部分都被以色列拦截掉。会不会采取这种模式呢？我觉得这一次大概不会，他这一次恐怕是要用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结合真主党、结合也门的这些武装的组织，想办法对以色列进行一种报复。所以我觉得现在光是单纯增强防空，或是美军的战机驰援，恐怕都不见得能够真正保护到以色列。因为我觉得他们恐怕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用渗透的方式，或是用边境打击的方式，用这种做，他不见得会用空战，他甚至恐怕火箭的发射也不是像上次的那种形态。所以我觉得对美军跟以色列来讲，当然他们现在就是要严阵以待。可是这整个事情，其实你会发觉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其实也蛮悲哀的事情，也就是世界的老大美国，居然被一个以色列耍得团团转，然后被他硬拖入一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一场可能会发生战争的一个状况，会多久也不知道。对，所以这是非常糗。我想对美国来说，他们都已经快要大选，他明明不想再有任何事情，所以你会看到美国现在把所有的航母其实都撤离西台湾，不是西太平洋，目的就是希望暂时不要跟中国大陆起冲突。那结果呢？中国大陆这边没事，中东这边事情不断，那以色列也完全没有在管美国的处境，就是他高兴干嘛就干嘛。那这样的情况如果
持续这样下去，美国会处在一个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而且美国这样力挺以色列，它之前已经造成它跟全世界很多国家对立。那现在它再继续去无条件的去支持以色列，那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对美国的大选会产生非常大的变数。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如果在如此状况外，就好像布林肯说的，就是我们对此事一无所知。其实这一次不只是伊朗丢脸，我觉得美国也很丢脸。你身为一个世界霸主，完全好像就被人家绑住双手，然后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觉得美国真的要赶快让自己跳脱这个险境。好，厉老师，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几乎是呈现中东真空的状态，您怎么看？我想说，我把今天早上我最新看到的战报跟大家这边做个说明哈。这个哈米尼到底是怎么被暗杀的？那原来说法是这个以色列发射飞弹，那也有说是在床下埋设炸弹。但今天早上这个哈马斯驻伊朗的代表，他那个时候他在1楼，所以他说他听到从空中飞来的武器，然后炸到这栋楼。可见呢，这些如果说是依照他的说法来讲的话，应该是不是长汀反坦克这个飞弹，或者是说以色列 F-35发射的导弹来暗杀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了。那先放炸弹的这种可能性就比较减少。那第二个，今天早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是，伊朗的情报部部长讲的话，他讲说这次来讲的话，就是以色列有跟美国通过电话，然后得到美国同意以后，他们才来干这个哈米尼的。所以说伊朗来讲，有一个情报部长出面来证实，说是以色列跟美国都知情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这次来讲，伊朗可能不会这么善罢甘休。那紧接下来我们来看目前最新的状况，我们现在看到是什么？是这个罗斯福号到这个阿曼湾啊。那我们都知道，以前来讲，前阵子红海那边，我们大家听到的是罗斯福号，华盛顿号在那边跟胡塞组织在那边互相轰来轰去，然后也传言说有一些他有没有被打到，但是华盛顿号后来华盛顿号就回去了。那本来要叫罗斯福号来接替华盛顿号的任务，因为他自己讲他执行太久了，7个月他必须要回去。那罗斯福号原来是在哪里呢？原来是在横须贺，是第7舰队的航空母舰。那现在把这个罗斯福号调去那边，他也不到南海啊，他到哪里？他到哈曼湾，也就是波斯湾那个地方去了。他是在防谁？防伊朗，就是防伊朗这次动手。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跟上次可能会不太一样。你看美国兵力的部署，你就可以感觉得到，如果他要保卫以色列来讲，他应该把船开到地中海的东岸，或者是这个红海那边去。但他现在把船开到伊朗的旁边来讲的话，是不是准备就是先主动攻击打伊朗？除了罗斯福号以外，他还有一艘这个黄蜂级的2栖战斗舰，还带了4000个这种海军陆战队的官兵。那是不是美国来讲已经做好准备对伊朗动手的准备？但是我这边特别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台湾不要认为这件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你知道，这时候美国在西太平洋这边第一岛链这边就没有航空母舰了。所以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说美国要派林肯号去接罗斯福号，为什么呢？他把罗斯福号赶快再调回第7舰队来，不然的话，这个西太平洋这边的话，关岛这边美军这都是真空状态，因为雷根号回去了，华盛顿号也回去了，它航空母舰不能长期在海上漂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它兵力，它航空母舰可能在全球来讲调动就捉襟见肘。那再来，我数给各位听哈，这以色列现在在最近这2-3个月，它跟哪几个地方都开战了，你知道吗？我说给大家听，加沙走廊大家都记得吧？这个约旦河西岸，对不对？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这个叙利亚。然后胡塞组织现在跟伊朗6个单位6线开战，那你想想看，我特别要讲哈，以色列到现在为止，他不错，他是小霸王，他可能在这个地方他武力也很强，可是我特别要强调就是加沙走廊他还没有搞定，加沙走廊那边来讲的话，这个里面的哈马斯他还没有肃清干净，所以加沙走廊他部队还拖在那个地方。如果说这时候真主党北边那边他又对他动手来讲的话，如果说再加上南部的胡塞组织或者伊朗这时候对他攻击来讲的话，我们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就是双拳难敌4手啊。那你这个以色列来讲的话，你有没有这能力同时面对6线开战？那我们大家等着瞧吧。对啊，所以以色列看起来就像个斗鸡一样。不过刚刚这个苑教授刚刚有讲到说，现在这个航空母舰的调配，如果捉襟见肘的话，其实亚洲这边我们也很危险。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刚刚大家心头会感觉到，为什么这次伊朗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啊？其实说良心话，上一次的话呢，伊朗装模作样啊，来了一次飞弹的这个发射啊，也事先告诉这个时间啊，然后数量啊什么的，都是通通被拦截到。但是伊朗这次真的是丢了大脸啊！我举几个重要的原因来说明一下，因为我们这里的情况啊，
大家基本上大家心里都非常明白，台湾80%以上人认为这里不会有战争，有的话呢也就自己有办法处理了。但是那边中东情况不一样，他们正在打仗啊，正在打仗，所以这个情况下，我告诉你伊朗有多丢脸呢？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这个事情发生在德黑兰啊，你知道什么是德黑兰？德黑兰是伊朗的首都啊，你知道吗？等于是我们大安区挨了一颗导弹一样的道理啊。那你本身的防空措施的话呢是什么？几乎是零啊，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这个哈尼亚去干嘛？哈尼亚去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原来那个莱西的总统那个直升机失事，所以改选新总统上任呐、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才刚经历过520啊，520你能够想象说重要的一个大事当中，突然被人家暗杀掉了，还得了啊？你的安全在哪里啊？伊朗你丢不丢脸啊？你每次讲话讲得很狠啊，开了头是流很多血啊，你敢不敢真的下场啊？所以他自己都觉得丢脸了，不是我们在那边说他丢脸了，就是伊朗就基本上波斯人就是完全没有力量，完全没有力量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发展又有问题，然后自己内奸又多，对不对？然后第三点的话呢，这个不是个例啊，伊朗发生多少事情啊？从川普时代开始杀掉苏拉曼尼的时候，伊朗的那个什么核能专家呀，以前好了，那么这一连串讲下来的话，那么就是说。伊朗本身有能力支持，导致他的代理人战争3个小弟很厉害啊，有一个真主党是伊朗支持的，然后哈马是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伊朗支持的，他们倒是表现得很好，弄得以色列有点捉襟见肘。那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我刚刚听到那个消息讲说，《纽约时报》讲说这一颗在这个哈尼亚底下搞了2个月的炸弹了。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哈，如果是2个月的话，那就表示莱辛的死。那个直升机的死就不是意外啊，是暗杀啊！暗杀的大家算一下这个日子啊！所以我跟你讲，这还得了？你说伊朗这次的话呢，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怪事啊！他要跟联合国申请说我要复仇啊，哪里有复仇要跟联合国申请的？他的意思就是要引发世界的共鸣啊！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影响的效果非常大，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最害怕的就是中东的战事扩大，美国最希望的就是说俄乌之间的冲突啊。说句良心话，那个川普本身希望俄乌冲突能够继续增加，把它如果能够结束俄乌之间的冲突的话，可以腾出手来；如果能够结束中东的话，又可以腾出另外一只手来好好对付中国。那所以现在搞成这个样子的话，你就知道说是如果美国没有能力来对付中国的话，换而言之，我们这里还反而安全一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因为以色列跟伊朗的话都是号称拥有核武器啊，以色列绝对会用的，他要准备亡国，他一定会用的。伊朗这边的话呢，这一次气得不得了的话，他讲话威胁，对美国来讲，把部队派到旁边就是叫他不要造次。好，确实哦，现在这个中东的局势，其实亚洲也会被牵动，所以都必须要更加关注。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们要持续带大家来掌握到的是奥运的状况，而且现在我们要把镜头转到的是中国大陆。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现在截至目前为止，他们的代表团奖牌得主超过60%都是00后，00后就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所以现在是2024年，大概是20岁左右的孩子、学生、同学。好，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奖牌得主仅40%是00后，所以今年在奥运的赛场上头，00后已经快顶住中国奥运的半边天，所以就是一个扛把子的状态。好，这是他们奥运冠军的 Q 版小头像啊，给大家看一下。好，但是这次也有一些花絮啊，因为像是这个中国羽球的女将。他人生成就加2，因为他才刚终于得到了奥运金牌，就马上被求婚哦，所以真的是喜上加喜。那甚至在奥运羽球上面哦，这个就刚刚我讲到的这个雅思混双2-0韩国组哦，所以这是他们终于拿到了这个金牌战，然后马上又被求婚，所以真的是大家都很开心。中国这个大家看到一定很开心嘛，想说哇，怎么会有这么棒的这个事情发生？那现在看到奥运奖牌的排名上面哦，其实第1名就是中国，第2名是法国，第3名是澳洲，再来就是美国。
但是有人说，如果你注意看这个排行榜的话，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美国队的金牌其实不多，银牌铜牌倒是一大堆。实际上你看游泳就知道，这一届的奥运会美国佬已经气得发疯了，他们只顾着盯着中国，所以各个金牌都被其他国家给抢光了，美国都是捡一堆银牌跟铜牌，他们最擅长就是占不了便宜就掀桌子，这是有人评论美国的。那是不是因为掀桌子，所以现在连马都不放过呢？这个马就是真的马，我以为是什么人物呢？就是马术团体3项决赛，它在7月30号凡尔赛宫这边举行，金牌是由英国队拿下，银牌跟铜牌分别是法国跟日本队获得。但是因为原本日本队这边并没有奥运参加的资格，但是因为中国队的马被验出了药物阳性，所以才由日本队来递补参加。所以大家就说，现在是不是连马都不放过？但是23名的中国游泳运动员在东京奥运的会前有一个兴奋剂检验的阳性事件。那这一次在巴黎奥运会上面，中国游泳运动员也深受兴奋剂事件的影响，所以以至于在这2024巴黎奥运会的奥运泳池当中，这中国游泳的运动员通过了游泳来对抗西方，像是潘展乐的胜利，就是使得这个游泳池内的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他们认为是一个再度升级。所以奥运这件事情原本是一个体育赛事，是不是有一点政治味也太重了吧？所以巴黎奥运会就有说，为什么世界反兴奋剂的机构好像被一个夹在中美之间的感觉？他说这个感觉不太对吧？现在怎么会变成是中美两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蔓延到奥运的舞台当中哦？这个机构被不公平的被卷入到美中两大国的争执里头，所以这个总监詹姆斯说，现在就变成好像造成了一个不信任跟分裂，甚至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负责人也说，美国媒体都在问中国的问题啦。那这个肉类污染在许多国家其实都是问题，但是有人试图将反兴奋剂政治化。所以这个世界兴奋剂机构他说，我很无奈，我被卷入了一个美中角力之间。我们本来单纯的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事情，现在政治味太过浓厚了。另外还要看到是这个中国电商在欧洲这边迅速的扩张，像是有一款 Paris 巴黎字样的针织单带的拖鞋，最近成为了一个跨境电商平台天猫的一个热销款，所以它的价格从31.99欧直接打了2折，到了5.97欧。那就是说，这是体育赛场上的另外一个战场竞争激烈，丝毫不输巴黎奥运。而且中国的平台还有商家从半年前就开始准备，就是要拼价格更有市场的这个占有率。那现在看到像是很多像天猫在法国推出了1年之后，渗透率达到11.9%，这算是蛮高的顾客群规模几乎都跟这个另外一个快时尚是相当的。那法国快报也统计说，90%的巴黎奥运吉祥物都是由中国制造而且此外，这个义乌海关的数据，今年的前半年义乌体育的用品跟设备出口就是50.2亿元，比去年成长了42.3%。那巴黎奥运开幕之后，有一名西班牙记者也用了16年的2008北京奥运的背包，也引发外界的关注。他说这个制造商是谁呢？那不少的网友都在问说到底可以哪里买得到这个奥运的同款包？那这个背包的生产厂嘉祥新集团，它在2天的时间之内，这个官方的账号粉丝暴增了30万，直播间的销售一天就冲上了300多万元，让工厂的这个车间的缝纫机说踩到冒黑烟这么夸张，这很漂亮吗？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它真正的样，因为这个太小了。另外还有中国海关总署也发布了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跨境，也就是他们国家跨境电商的进出口1.22兆人民币，比这个同比增长了10.5%，高于同期我国贸易的整体增速的4.4个百分点。所以看起来这个奥运热非常的夯，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他们当然也有跟上。好，我们现在来问韩明哥，怎么看现在奥运的这个热度？其实这个统计我觉得蛮趣味的，就是说00后大陆占6成，可其他国家大部分是4成。00后年纪最老的才24岁，对。
可是问题是，运动不是本来就应该是年轻人的天下吗？对啊，所以你要知道，其他国家如果是20-30岁以上的比较多的话，那表示他们20几岁的人或者是10几岁的人竞争不过年纪比较大的人。这个其实反而是不是他们的体育成绩开始呈现倒退的现象？我觉得这才比较令人忧心啊！就是年轻人拼不过老人，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所以他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包装。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怪的。这个运动应该是越年轻，理论上来讲，18到24岁应该是最光辉的时候，最辉煌的时候。所以这个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现象，其实蛮诡异的。那中国大陆当然到目前为止它是排行榜冠军，可是问题是，其实我跟大家讲，也不要太小看美国，美国之后会追上来。因为美国最强的是田径啊这些项目，他们很快就会追上来了。上一届其实冬奥的时候，美国的奖牌还是金牌比中国大陆多，如果以总奖牌数，它也是最多的。因为其实总奖牌数虽然大家都只看金牌，可是问题是，你看美国在各个领域都很强，就表示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体育大国。所以我觉得也不要太认为就是大陆一定可以碾压美国，也没有这么容易啊。其实，在赛前大家就预测这次金牌数，也就是中美两国会竞争，那就不知道谁会比较强，这个很难讲，要看最后的结果。那但是说到禁药这个东西，我给大家看一张图。这一张图呢，你看这个上面就是最近统计出来的，就是世界各国药检的次数，还有被药检出有问题的比例。第一名是印度。印度被检出3.2%，然后呢，中国大陆其实是最后了。中国大陆只因为药检数，它有19228次是最多的，被药检次数最多，可是它比例是最少，只有0.2%。哦，反而美国呢，最喜欢说中国大陆用禁药的美国呢，美国自己是被检了6782次，被检出的是1.2%。所以美国被药检出来的次数是比中国大陆多的，多10倍了。对啊，然后结果你被药检出有问题比较多，就你指控别人有问题，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莫名其妙到极点吗？而且请注意，我刚讲了，美国只被药，这是6000多次美国被药检的结果，中国大陆被药检是美国的3倍，结果人家验出来还比你少，你丢不丢脸啊你？然后你还好意思去指控说别人有问题，这像话吗？我绝对反对用任何禁药，所以你说你们刚刚提出来那个说中国大陆的马被验出来有禁药，被验出来有禁药就是有问题啊，这个没什么好去辩解的，谁要你要用禁药？可是重点是在于中国大陆这几年，你知道他们自己检查都很严，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怕被染上这种污名。结果呢，他明明被药检出来次数比较少，结果现在你们铺天盖地的说他在用禁药，你们我真的觉得美国人你们的脸真的好意思。好，所以是不是有一些状况需要来解？我们要问苑教授，因为像这个美中的角力比较激烈，所以是不是也牵扯到运动赛事上面？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单纯从美中的角力比较激烈来看啊，因为实际上的话呢，美中角力是全方位的嘛，然后这里头，但是我必须要强调，这次为什么针对于游泳选手来特别做检验？啊，昨天听到一个消息的话呢，潘展乐自从他得到了男子自由式100公尺金牌以后，菲尔普斯号称渔人都不接受然后如果有很多人讲说，这个100公尺的自由式泳池世界纪录不可能被打破的，菲尔普斯纪录是没办法被打破。其实潘展乐打破好几次了，那这里面产生的到外国人到今天还在质疑啊。后来奥林匹克委员会的那个WADA那个健检单位的那个检查反西门介绍，他讲说我们已经前后查了600多次了。就没有就是没有啊！而且那个潘展乐得冠军的时候，我非常注意啊，他里面的一个消息来讲的话呢，就是他自己讲话非常满非常饱啊。然后谈到一半，他说不能再问了，再问我要去参加健检，因为你游完后几分钟内就要赶快检查一下，对不对？要证明为真通通通过了。那通过以后你要讲什么的？但是我告诉你，这里面牵涉到的不是政治的问题，实在来讲是一个人种的问题，在游泳池里头。大家知道游泳池是一个蛮高级的运动，你到美国去买房子有没有游泳池感觉上很不一样，对不对？家里的话呢，放了一大池淡水在那边的话呢，就是很浪费钱。游泳池本身所展现的，长期来讲，除了1932年有个日本人得了100公尺的这个自由式的这个金牌以外，大概有80-90年中全部是白人天下，尤其是美国跟澳洲，有的时候偶尔还有意大利还有匈牙利什么的，法国这些选手，但是。其实严格讲起来的话呢，他们真的是非常不习惯。基于这种不习惯，他们不敢相信，因为大陆的爆发不是说是只有这个潘展乐一个人的。前一阵子的话有孙杨当时他得到200尺的这个200公尺自由好像是这个混合还是蛙式的这个奥运金牌的时候，但是他有禁药的记录
啊，所以那时候也遭遇到问题。那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大陆很了不起，在哪里？就是说你对我如此不公平，对我如此严格，对我如此的侮辱的结果下，大陆官方上来讲全部接受程序，连这种球员本身被访问的时候呢，我是听到了2个人吧，啊，他判了自己来讲说这个东西的话，讲起来就只要是在规则内，只要是在规定内，我们都没话讲。另外一个女的讲说，每天早上5点钟被叫起来要做这种检测的话，确实是有一点影响到睡眠。除此之外，没有听到过任何的抱怨。我觉得这表现出泱泱大国的风度，也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就是要让西方人习惯一下。好，厉老师怎么看？这个我接着苑教授所讲的话，我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美国这次这么严重，这么焦虑不安，你知道？因为他们刚刚讲的说，菲尔普斯他是号称飞鱼，他的最好成绩100公尺自由式是多少呢？47.51秒，然后跟这次来讲，潘展乐比他快了1.11秒。是，那这个100样自由式1.11秒是很快哦，不得了。可是你知道菲尔普斯他总共拿了几面金牌呢？奥运的金牌，他总共拿了23面呢。他从2012年开始到2016年世界的奥运，他总共拿了23面金牌。也就是说，拿了23面金牌的人，他最快的速度是47.51秒。那潘展乐居然46.40秒，你看快了1.1秒，所以菲尔普斯他们觉得他没办法接受。可是我觉得说是他们会药检到这种程度，那美国当然对非常的焦虑跟不安，因为他觉得说这就是你打破人种的问题嘛，我们白种人优势被你们黄种人打破，他们是没办法接受的。那紧接着我讲说这些吉祥物，这些这个奥运的这些，真是充满了中国 Made in China 的感觉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尤其是这个吉祥物那个帽子叫什么？佛里吉帽。你知道什么叫佛里吉帽？你不知道哈？其实那个帽子哈，我跟你讲一个卡通影片你就知道，有个蓝色小精灵，你有没有看过？有。那个帽子就是佛里吉帽，它是法国的一个他们习惯戴的一种帽子，他用这个帽子来当他们吉祥物。那如果说是在法国制造，他们估计哈就是要50欧元，那因为义乌卖过去的话只要35欧元，所以你看价格差了那么多，所以说他们就从义乌买。事实上说法国制造10%，这10%也不过是最后拿到法国去加工，大部分之前都已经在义乌那边做的差不多。但我觉得这次来讲，除了这个吉祥物之外，另外有很多运动器材也都中国制造。譬如说我们讲那个乒乓球，它那个要求那个弹性啊，在运动比赛一定要求那个球要合乎规则，所以说那个球也是中国制造的，还有乒乓球桌也是中国制造的。我们看到那个它乒乓球桌其实里面装了很多 LED 灯，你知道是会闪亮发光的，甚至于连什么都是 LED 灯呢，连那个篮球场都是 LED 灯，都是中国制造的。还有足球里面足球里面它装那个晶片，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以前有一句话，足球比赛都用肉眼，裁判用肉眼来判断嘛。那现在来讲的话，很容易在发生类似马拉杜纳那个上帝之手，对吧？用手把球拍进去，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说那个球里面装了很多的这个晶片在里面，可以很精准的测到你那个球的位置。再结合什么呢？结合它周边的所有摄影机，那都是中国制造的摄影机。然后那个摄影机可以就是等于说是0秒钟，你所有动态我都可以拍摄的非常清楚。如果大家对这个球有争议的话，立刻影片调出来看，从360度，所以任何一个角度我都可以来判断这场比赛这个球到底是进球了没有，还是没有进球，都会很公正来判断。最后我特别要讲这次来讲的话，尤其是开幕典礼，那个他们为了讲环保嘛这次也当然为了环保弄了一大堆让运动员不是很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不开冷气干什么，但他们就不放烟火，不放烟火用什么？用无人机来代表。你看那个无人机开幕典礼那天晚上，那个无人机那也是中国的这种上千架的无人机在那边那个变换这种队形或干什么。那节目仪式的时候，如果说他用无人机，应该也是中国制造。所以整个会场里面从这个小到吉祥物，大到乒乓球赛具或者什么，几乎都是中国所制造的为多了，也代表中国制造业在这次法国的奥运里面是另外一面的金牌的一个获得。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的现场。我们要持续关注到的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现在各自人马都底定了。我们先从贺锦丽这边来看，为什么要讲贺锦丽？好，因为最近美国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美俄换球。美国大选前3个月，让拜登当局换回被视为人质的在囚美国人，那无疑是普京给拜登的一份大礼。为什么？好，因为
这件事情，美国人对于这个换球这件事情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哦。那如果川普真的胜出选举，无论背后是否有普京的间接助力，都会执行以美元施压乌克兰割地求和的一个政策。他说，普京没有必要为此特别送川普一个礼物。好，但是我们刚才讲到换球嘛，这换球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在这个贺锦丽跟普京之间的这个关系也蛮微妙的，因为我们看到贺锦丽选情处于一个往上升的态势，川普的胜算却没有明显能够扩大支持的潜力。那同民主党政府改善关系，要维持双方在幕后的一个有效沟通，对普京来说是有利而无害。好，所以换球谈判这件事情，民主党的政府怎么做呢？我们看到苏利文他讲说，他们将在海外给错误扣留的美国人送回遣返，是拜登跟贺锦丽政府的一个绝对优先的事项。贺锦丽是协助来实现这一个目标的参与团队之一，而且也是团队的一个核心。好，到底有多核心呢？我们来看这个画面哦，这画面蛮特别哦。美俄执行了冷战以来最大的换球，美国总统拜登跟副总统贺锦丽都亲自的到场来接机。好，拜登说什么？他说这是一场外交的胜利。好，外交的胜利不只是外交，当然国内政也是非常的重要。就在选举的时刻做了这样的举动，然后他又说了，贺锦丽是团队参与的核心成员啊。为什么？因为就是要做球给贺锦丽啊。好，那中国大陆这边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希望美俄通过沟通对话来解决双边关系的问题，这有利于国际跟地区上面的一个和平跟稳定。那俄国的消息人士说，俄国对这次的换球非常满意。好，确实这件事情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外也掀起了一个讨论，所以大家好像觉得，贺锦丽在外交上面很厉害，很有手段。好，但是比较是偏川普这个过去幕僚的范斯，他说他觉得这是因为世界各地的坏蛋认识到川普即将重返办公室，所以他们在清理内部。他认为这个是川普实力的证据，但是这件事情被科比打脸说，这个完全是零证据显示你可能是在乱讲话吧。他说促成此次协议是因为对谁可能是下一位总统的某种潜在恐惧。好，不管现在民主党共和党各自讲各自的。好，但是贺锦丽现在已经取得了党内足够的票数，要来 PK 川普了。贺锦丽他是在美国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面也宣布，副总统贺锦丽获得了足够的票数，然后正式接受了提名。那贺锦丽就说很荣幸成为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在下周就要接受提名。他说这是一场关乎团结一致的战争，他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对自己而战的一个选战。那他的副手是谁呢？现在说宾州的州长有可能，或者是亚洲联邦参议员都可能会出现，这是2个人选一个。但是贺锦丽去做了一件事情，他口误说自己是总统，他还是副总统嘛，哇，是非常想当总统。他怎么讲的呢？我们来看一下片段。As a United States Senator, I was proud to co-sponsor, and then as Vice President, it was my honor with the President. 好，这是故意还是不小心的呢？大家可以自己评断一下。但是他当然也希望当总统嘛，因为毕竟已经重新的换成他自己成为了总统候选人。不过最近在这个贺锦丽的身世确实有点不一样。从他已经确定是他之后，现在这个川普原本骂贺锦丽说他是什么 K 笑锦丽，但是有一个这个英国的歌手说他用 Brat 来形容贺锦丽，那这个 Brat 这个中文就是顽皮鬼。那现在这个好像把把这个贺锦丽的声势也越变越高却成为了一个转换支持的一个正面标签，带动了一个新商机。所以有人说现在年轻人的支持，7月为贺锦丽竞选活动的捐款 Z 世代的捐款者数量，是拜登6月的10倍耶，这确实是一个蛮大幅度的成长。那贺锦丽的竞选活动呈现一个霓虹绿，他说因为在7月份的筹款数字非常的厉害，而且部分原因跟 Z 世代还有千禧一代的这个捐助者的新热情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现在
川普是不是有点危机感了呢？因为现在他们是5-5波的一个态势，所以现在川普是不是突然怕了？好像选举进入到最后3个月，川普看起来像是一个失去平衡的人。然后呢，这个报道就说他的民调领先优势都消失了，而且竞选的策略好像都蛮过时的，因为他自己年纪也比较大嘛，所以贺锦丽跟他对起来，这个年轻的感觉就越来越低落。那川普竞选大部分的活动就是围绕着拜登的衰老展开，那现在面临的就是贺锦丽作为民主党推定的这个提名人，那这位前总统是不是也没有办法打击贺锦丽来摆脱困境呢？所以我们看到川普他有想说啊，他想辩论，但是我现在说这辩论意义何在？这个民调我是领先他的耶，大家都认识他，也都认识我，干嘛要辩论？是不是又担心辩论这件事情会成为他失分？因为我们知道拜登就是因为辩论，所以后来慢慢的被有这个讨论换掉的声音，他会不会也担心辩论完之后他自己也慢慢有被换掉的声音呢？我们来问问看彬哥，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状况。这次换球当然号称是冷战结束之后最大，可是美国其实跟俄罗斯之间常常在换球，他们去年其实也换过一次。是。对，所以对普丁来讲的话，他这个应该算是一个例行的东西，可是对美国来说很重要，因为现在美国正值大选，所以呢，他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换很多人来，第一个新闻会大肆报道，第二个他就可以讲出我在任内达成了我对你们的承诺，那这个对民主党当然是相对是有加分的。那我觉得双方是各取所需啊，因为在竞选上，也许这个拜登跟贺锦丽达到他的目的。可是，如果在实质的重要性来说，普丁这一次是非常满意。因为其实他是大获全胜，为什么？因为换回去的这些美国人，就是之前被俄罗斯扣留的美国人，其实大部分都没有那么重要，你知道？可是呢，被换过去的那些俄国人呢，抱歉，很多都是跟情报相关的人哦，所以这些人其实对俄罗斯来讲非常重要，能够回来，那个基本上对普丁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特别是你知道吗？这次很多他们评价就是说，因为普丁自己是情报系统出身的，他这次被抓就是被换回来，很多都是情报人员，所以等于是他对他过去的这些同才跟他的部下完成了他的承诺，对他促进俄罗斯对他的向心力是非常有帮助。那至于说未来假设是川普上来，其实他跟川普之间有更多东西可以谈，就不只是这一些东西了。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用太去帮普丁去操心，那川普大概也不会去看这个东西。那当然选举这种事情就是这样的，不进则退。我觉得就是拜登被确定不竞选连任，换贺锦丽上来之后，我觉得川普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方向，也就是他不知道到底要去打贺锦丽什么东西。那他骂人是很自然，他每一个人都骂。所以骂人不算是什么特色，但他没有骂到点上。你看他骂的这个 Brett， 反而帮贺锦丽加了分，因为年轻族群还蛮接受这个词的，还觉得挺有趣的，反而让对手捡到枪，然后能够跟他结合在一起。可是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过去川普一直在攻击拜登的弱点，就是他年纪太大，然后可能失智，可能干嘛了。可是现在反过来变成贺锦丽可以拿这一点去攻击他，因为他年纪比贺锦丽大太多了，对，所以反而他自己没有办法找到点了。所以我觉得川普如果没有在短时间之内赶快站稳脚步，重新跟他的幕僚思考出下一波攻击贺锦丽的方向的话，我觉得他的优势可能真的是会丧失。是，厉老师，你看呢？美国大选，我跟你讲一下这次换球哈。其实这次换球来讲的话，到底是美国占到便宜还是俄罗斯占到便宜？这为什么要换球？这些人为什么当囚犯？就是都做情报工作嘛，然后被对方逮到了嘛，哈。可是美国被逮到，大概就是一些记者啊，干嘛这种身份，因为去刺探情报被俄罗斯逮到。那美国关到的囚犯是谁呢？其中有一个是德国抓的。那德国为什么抓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间谍呢？因为他是个杀手。他是个枪手，而且是狙击手。他把这个俄罗斯里面一个反叛军车臣这个领导人，他跑到德国去，就那个枪手啊，在德国把这个俄罗斯的这种车臣的这个反叛军领袖将他击毙了。所以他是杀人犯哦，他是然后被德国逮捕，德国逮捕以后交给美国。那这次换
换球行动里面，其实这个人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就俄罗斯来讲的话，普京是把他当作英雄，对不对？因为你替我除害嘛，除奸除害嘛，是除奸队，所以说这次换回来的话，其实对普京来讲声量是比较大。那我们讲到这次选举确实是非常有意思。我特别要讲，说是原来这个川普他提名的副总统的候选人，这个原来大家一片叫好声，对不对？万斯，结果没想到现在万斯突然在短短不到1个礼拜就变成一个猪队友，因为他讲了一些话，大家把它翻出来说，譬如说是有这个养猫不生小孩的女生在养猫，他是讽刺这个贺锦丽了。可是这种话在美国人他们是没办法接受，你等于说有这种歧视女性的言语。然后但是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美国现在就很明显的，为什么贺锦丽原来拜登要换拜登的时候，大家那时候没有想到第一人选是贺锦丽，那时候提了很多人嘛，这惠特尼啦，或者是说这个加州州长纽森啊这些人，那时候大家想说贺锦丽不是最佳人选，但是没想到拜登一提他以后，大家马上就立刻支持贺锦丽。那转变为什么会那么快呢？我觉得只有2种现象，一种就是一直希望川普能够当选的这群人，就是我非要川普当选不可。那另外一群人倒不见得是认同贺锦丽的立场他们是什么？他是很害怕川普当选，所以美国现在的选举变成一个是要川普当选，一个是不要川普当选。那这2种人的话，大概占了各50%，可是中间选民大概只剩下4%而已。所以我很担心美国选完以后会不会发生内战？是袁教授怎么看？我觉得这里面讲穿了就有一件事情，就是拜登是创了美国这个选举总统的历史当中是一个被提名人以后又放弃的这个是请大家注意这个事情。所以呢，之前的时候呢，他其实有意或无意的都在打击这个卡梅拉，也就是贺锦丽的这个出现。叫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他最困难的，跟他的基本原则的相反的事情。自己是一个移民嘛，然后呢又要去这个边界来防堵移民，所以他连去都没有去回来以后呢，讲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说这个非法移民应该有取得这个健保的身份这个开玩笑，对美国人来讲美国人自己的未必有健保那怎么可以随便给你乱发健保呢？也因为这个情况贺锦丽他就是2点，第一个就是边界撒谎，这是川普讲的；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事情不管好事坏事都大笑笑得非常非常激烈。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来讲呢，真的是乏善可陈，没有任何的能力。那很多人的话呢，基于反对川普当选，我必须要在这边说一句良心的话川普本身所代表的价值，基本上的话是我们要强调中西部里面的那种农业团体，像范斯这样的人。我认为呢，范斯讲那个话讲到说有的人不结婚不生孩子光养猫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在台湾也有这种人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贺锦丽本身来讲的话呢，当然呢，对范斯这样讲到的时候呢，请大家注意川普是挺他的。川普说他强调的是家庭价值要了解生小孩的话，认为是美国人很了不起，家庭价值。谁都知道我原来早先读东海大学的美国人基督教精神里面就是以家庭价值为主这个是美国原来是非常保守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是你到了加州去，到了纽约州去以后就觉得美国是很前进的很自由的，不是美国绝大多数人都是比较保守的，礼拜天是上教堂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川普目前打的策略的话呢，他心里非常明白。因为跟贺锦丽之间的话呢，他没有想到民主党会提到这个贺锦丽，而且民主党本身自己的支持的人当中的话呢，刚刚厉将军讲得很好，绝大多数人都是反对川普，因为川普一旦当选的时候，就是美国孤立主义就是回到了美国19世纪以前的这种状况美国19世纪状况的话，基本上是个农业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活得很好的一个社会。然后另外的话呢，他要终结这个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的话，等于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打的结果到底到哪去也不知道。然后泽连斯基的话呢，到处表演的话呢，所产生的一个结果，美国人看在眼里的话呢，觉得很不是滋味。必须要让大家了解我刚刚前面讲到美国的保守人士保守的阵营当中，他们对钱是很小气的，美国人非常小气，千万不要以为美国人很大方他不要搞错了